朋友們，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月1號，也就是元旦。首先，祝各位在新的一年裡身體健康，事事順利。我来說說德國人是怎麼慶祝的吧。元旦呀，在德國就相當於咱們中國的過春節。昨天是12月31日，除夕。這天呢是一個比較大的節日，我覺得在很多這種歐美文化的國家都差不多。還有歐美的殖民地那些國家，比如說現在的全部的美洲呀、大洋洲、非洲等，对吧？然後加上歐洲這邊，再加上我們亞洲有幾個國家是慶祝着元旦這新年的。德國有3大節日，一個是復活節，也是非常重要。然後呢，就是12月24日、25日的聖誕節。然後呢，第3個重要的節日呢，就是這個元旦了。昨天是除夕，12月31號，所以呢，按照德國的習慣，一個家庭聚集在一起吃一頓比較好的、比較豐盛的晚餐。我們跟德國的朋友一起啊，形成了這樣一種模式。比如說，今年在我家，明年去你家，然後呢，一幫狐朋狗友一起呢，共同這個慶祝新年，共同吃一頓飯，然後呢，在午夜的時候，相當於結年，把那個2026年結回來。昨天晚上我們也一樣，在我們家吃飯，然後呢談天說地，說各種各樣的話題，盡量說一些比較愉快的話題。當然，偶爾可能也會扯到一些德國政治方面的東西，但總體來說，昨天是挺好的。離午夜還有10分鐘的時候呢，我們就一起拿着一些飲料呀，還有那個小吃啊，到萊茵河邊去。離萊茵河邊是250到300米左右，所以一會兒就到了。萊茵河邊在那個除夕的時候人特別多，因為呢，大家都想呢在萊茵河邊看那個煙火。哦，對了，這德國呢，據說像我們這邊是主城區啊，已經禁煙火了，但是對面的話還是可以放的。據說具體我也沒有關心，但是全德國很多地方是禁煙火的。我聽說啊，剛才說了，我們這邊也禁了，但是昨天晚上我們這邊也有不少人放，可能那個警力抽不過來吧，也沒有人來維持那個秩序。總體來說，如果是真的禁了煙火的話，那麼多人放，就表明很多在德國居住的人，有外國人，也有德國公民自己啊，可能不太遵守這種新的規章制度。然後河的對岸，從大家看到這畫面可以看到啊，河的對岸很多人放那個煙花，爆竹這裡是沒有的，主要是煙花。煙花是挺漂亮的，每年都有，所以我們就跑到河邊去，因為在河邊可以看得清楚對岸他們放這些啊，我们可以免費的看，很有意思啊。就是雖然過去2025年其實是我認為有史以來，我有記憶以來是非常不安定的一年，也就是說沒有什麼很好的那個正面的事情，好像大部分都是負面的事情發生。在全世界就全球呢，也是一個不平安的一年。其實從我來說，沒有什麼好慶祝的。回顧嘛，真的有很多我認為不愉快的那個記憶。但是展望2026年，我不覺得這個世界會變得有多好啊。我們還是說到昨天晚上吧。我們那個迎接新年的時候，我們就看到河的對面有非常多的人放煙花。然後呢，雖然過去一年沒有什麼可圈可點的，而且德國的經濟呢已經連續很多年萎縮了。應該是2025年德國的經濟還沒有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也就是說已經過去6年了，德國的經濟呢甚至比6年前比2019年時候德國的經濟呢還要差，也就是說2025年的經濟要比2019年時候德國的經濟更差，沒有恢復到那個時候，就表明了德國的經濟你們看有多爛啊。當然也是有各種原因的，以前我們也說過，所以呢今天我就不再多重複了啊。本來就沒有什麼很多可慶祝的，但是我發現呢德國人啊還是有很多人去買煙花，在那個超市裡面有煙花賣的啊。我聽昨天一個朋友說，他親自啊看到另外一家德國人一口氣，你們能想到嗎？買了多少煙花？
買了519歐元，一家人啊，就一家，可能就是一家4口左右吧。反正呢，那个男的那个父親，他買了很多東西，因為他可能有配額的，可能他就買了那麼多之後呢，就不能再買多了。然後他那個帶了2個小孩，那2個小孩呢，他後面也買了一堆，當然是最後還是父親付錢的啊。這個煙花，所以加起來一共有500多歐元。像這種一般來說，可能是社會是中下層或是底層的人，但是這種人呢，特別怎麼說呢？可能不會特別計劃吧。所以我那個朋友他看見之後就驚呆了，想不到他說，德國人本來很多人就沒什麼錢，但是呢，花那麼多錢去買這個煙花，他有點想不通。說來說去，我也想不通。你們知道嗎？519歐元對於很多德國家庭來說是一筆很大的財富了，因為很多德國人呢，你要他拿，比如說幾百歐元或者1000歐元的存款，很多人是拿不出來的。但是他竟然一口氣就會買500-600歐元這個煙花，希望呢來年更好一些吧，帶來好的運氣。具體我們不知道，因為我不知道他腦子裡想的什麼。但是我們家已經 N 年沒有買任何這種什麼煙花的東西了。在國內的時候，我們是農曆那個春節30晚到大年初一的那個午夜，廣西老家有節年這個說法，我們會放那個煙花爆竹。這個時候呢，我們是買的。但是在德國呢，我從來沒有買過這個東西。這個元旦嘛，就是一個陽曆的一個年份啊，可能就是平時工作的時候可能比較重要，但是呢，平時我們私人生活，我認為這個元旦不是很重要。唯一對我來說有意義呢，就是當職員的時候，在德國元旦也是放假一天的。我們昨天呢，在蘭茵河邊，在午夜的時候呢，當然是喝香檳來慶祝啊，這也是這邊的一個習慣，喝香檳，然後呢，互相到那個午夜鐘聲的時候呢，大家互相祝福。午夜之前大概1-2分鐘開始呢，那個煙花就此起彼伏的就放了起來了，然後呢，午夜左右前後10分鐘吧，就是前後5分鐘，就是最那個密集的時候，特別的壯觀，都是私人的，沒有政府組織的，都是私人放的，所以有這麼壯觀這煙花秀，我覺得是挺好的，而且對我來說，對我們來說是免費的，因為我不會花錢在這個方面，對我來說，因為沒有用，因為我覺得即使你燒那個1000-2000歐元，明年該怎麼樣還是怎麼樣，對吧？不會因為你燒了多的煙花，然後會給你帶來更好的運氣，我不相信這個。加上呢，文化不一樣啊，現在中國節年，我們肯定要放煙花，那個點爆竹，這是咱們文化。這裡呢也是他們的文化，所以沒有對錯，但是我不會去做啊。昨天我看到一幕。我告訴你們，肯定很多人不信，如果你沒有親眼看見，但是我就親眼看見了。昨天後來我想，我應該錄下來就好了，但是當時已經過去，所以也就不會再錄了啊。科隆還有德國很多城市啊，從那個錢的方面來說，已經是破產了。比如說斯圖加特是準破產，它2025年就有7-8億歐元就產生了窟窿，科隆早就準破產了。因為科隆有很多項目啊，比如說科隆有個檔案廳，大概是10多年前那個地陷，因為有個地下暗河，那個沙子被沖走之後呢，那個科隆市的檔案館吧，檔案廳倒掉了。倒了之後呢，那個地方又還是一個5號線的地鐵站，自倒塌到現在10多年了，那個現場還在那裡，而且現在還不知道到底這個站什麼時候才能夠完工？那個成本就不知翻了多少倍了，都可能科隆市政府不敢公布給我們市民了啊。反正10多年了，那個修的地鐵那個工地一直還在那裡，沒有任何的變化。這是吞金獸啊。還有另外一個科隆，相當於應該是歌劇院吧？它本來是一棟非常醜的建築，可能是上世紀50-60年代的，特別醜，沒有一點美感，真的沒有。連 Bauhaus 那種風格都不是，但是呢，科隆市政府還是決定作為相當於準文物一樣把它保護起來，不能拆，所以呢，只能是翻修。你們知道嗎？翻修了多少了？
翻修了大概10年還是10多年了，就是一棟建築物啊，10年左右翻修，然後成本也就不知翻了多少倍了，又是个吞金兽。还有其他很多了，比如說一個什麼小型的兒童遊樂場所，就跟一個名字啊掛一個牌在那裡，就要好幾萬、幾十萬歐元。這種也是啊，因為對於市政府的人來說，反正是納稅人的錢，又不是他自己的錢，而且怎麼花失敗了，他又不用擔責。所以呢，在德國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啊，不是破產就是在破產的路上。既然要破產了，那你這市政府還要那個活下去怎麼辦？就想到了怎麼搜刮民脂民膏。昨天我親眼看見了，怎麼樣呢？你們能想到嗎？在元旦凌晨1點鐘，午夜過後啊，凌晨1點，我永遠不會想到科隆市政府有那麼無恥，無恥到什麼地步呢？他派那些專門抄罰單的人出來啊，罰單罰款，因為午夜了，大家來萊茵河邊看那個煙花，對吧？然後就開車出來，你那麼多車要停車的地方，對不對？所以很多人以為是凌晨午夜的時候就隨便停在一條偏僻的那個街上啊的路邊，是偏僻的，不是主要道路。主要道路當然也停滿了車，但是即使是偏僻的一條街道，我昨天看到有穿制服的人，有穿反光條制服的人。給那個車拍照，然後呢抄下來，我100%的確定肯定是開罰單，因為他拍照就是有證據，對不對？然後呢，那罰單開下去，你們知道嗎？如果是這樣一晚上，那麼多人來看煙花，或者那麼多人隨便在哪個街上停車，因為大家都以為已經是新年了，對吧？那市政府的人也不會再上班了吧？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吶。穿制服的人在凌晨1點鐘的時候，在元旦那天到街上那個去抄那個車牌，然後呢拍照開罰單。我不知道這樣停車罰多少錢，我估計呢至少要50歐元左右，或者100歐元。你想想看，一輛車50歐元或者100歐元，如果是比如說他可能在全科隆這個大的科隆。一個大的行動，對不對？統一行動的話，那麼就光是這一天晚上，就科隆那個錢箱子啊，不知道有多少錢進去。你看，那麼無恥，收刮民脂民膏，平時收了那麼多稅，然後呢，這一點也不放過，真的對西方政府這種無恥啊，現在就又讓我多了一層這個厭惡，真的是太毀我的三觀了，也太讓我失望了。你平時花錢的時候有沒有想到我們納稅人的那個生活的艱難？然後你開罰單的時候一開，可能就10秒鐘得了50歐元、10歐元進賬了。有這樣那個搜刮民脂民膏的嗎？哎呦，這種政府啊，真的，朋友們，你們相信嗎？有那麼無恥的地方政府啊？放假的時候就相當於。你們想想看，就相當於在中國過年春節的時候，結完年，然後呢要回家了，然後呢看到自己的車被開了罰單，你說你的心裡看到這個罰單之後有什麼想法？我相信100個人都有，他的心裡啊一萬匹那個草泥馬在奔騰。但是法律就法律啊，你已經那個違法了，所以到時沒辦法，只能夠是。乖乖的老老實實的去那個交這個罰款。科隆啊，還有德國這些政府啊，他就是通過這樣發財的啊，來堵那個窟窿。一方面花錢大手大腳，對吧？比如說2015年以來，光是那年，大概全德國至少有100萬所謂的難民。然後呢，俄烏危機之後，至少又有100萬的難民，還有。從2015年到俄烏危機期間，這一些年每年都還會有些難民進來。那麼這樣算起來，我認為至少過去10年
德國至少接收了300萬左右的難民，接收難民，然後呢要花我們納稅人的錢。難民啊，大部分都是領這津貼的啊，領公民津貼的，他不是為德國做出貢獻啊。這種花給他們都有錢了，对吧？然後呢，另一方面以各種各樣的理由來搜刮民脂民膏。我感到不可思議，為什麼德國人沒有上街去遊行示威？是不是日子還太好過了呢？所以啊，可憐之人也有他那個可恨之處，我一點不同情。反正我沒有車，他也不可能發我的款。唉，真的，科隆市政府窮瘋了啊！好了，那我們接下来還說說吧。我認為啊，2026年世界局勢不會有大的改觀。為什麼呢？你看，特朗普還繼續做美國的總統。應該明年大概11月份的時候是美國中期選舉，也就是明年還有差不多1年。那個特朗普他執政，然後他的各種各樣的措施，你們也知道，他是推特治國，現在叫 X 或者叫什麼真理社交，對吧？是他自己後來的平台，因為他那個被封了之後，他就一气之下自己弄了一個社交平台。政策啊，什麼法規啊，都會在他那個真理社交上面公布，所以他这是社交媒體治國。他呢，我認為明年還是全世界的政治的中心吧，因為畢竟他是從影響力來說，我認為他是第一的啊，因為美國的所謂的國力還擺在那裡，只要有美國的軍事霸權，還有美元的霸權，那美國的國力還是第一的，這點沒辦法，你撬動不了他，暫時撬動不了。所以呢，他說話有人聽啊。然後明年我估計呢，他也會弄出不少的幺蛾子，我認為啊，不知道那個俄烏這個戰爭能不能在他的調停下停下來，不知道。然後呢，委內瑞拉你們也知道，前2天已經在轟炸港口了，對吧？然後呢，還扣押了，據說是2艘駛往中國的遊船，給他扣下來了。我不理解為什麼中方呢沒有很強烈的表示，這個呢可能是國家的高層那種宏觀的考量，所以呢這點我不好評說啊，我不理解，但是我也不好說。好了，你看這是其一，就是政治方面，我覺得國際局勢沒有很大的改觀，可能加沙也還一樣。另外呢，伊朗是比較危險的，也許呢，伊朗會被小椅子轟炸，可能會啊。然後呢，你看敘利亞繼續呢被美國還有被小椅子轟炸，蘇丹這個戰爭可能還是繼續進行下去，所以說來說去沒有什麼可圈可點的積極的東西。那我也就沒有很多的期待了啊，就希望呢中國還是平平安安的，然後呢繼續以每年4%、5%這個經濟成長，然後總有一天會超過美國的。我覺得匯率方面，你看現在據說已經差不多破7了，那麼明年可能呢人民幣對美元有一點的升值，如果這樣的話，可能明年人均 GDP 超過15000美元也是可能的。話說啊，我們中國人生活水平怎麼樣，我們自己知道，對吧？而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怎麼樣，我覺得每個國家人自己也知道。反正呢，我走了那麼多國家和地區，我真的沒有覺得中國人的生活水平總體來說要比什麼美國人啊，比什麼德國人要差那麼多，對吧？因為按照那個所謂的美元計價來說，德國的人均 GDP 是中國的4倍，然後美國的人均 GDP 是中國的大概是6倍。那麼誰相信美國人的生活水平要比中國那個相當於中國6倍？你打死我都不相信。然後呢，打死我也不相信德國人的生活水平是中國的4倍，絕對不可能。如果是說真的平均來說比中國人的生活水平高，我覺得最多就是中國的2倍，也就是比中國高出1倍。美國一樣，雖然它是中國人均 GDP 的6倍，但是它的生活水平對於普通美國人來說，如果是比中國人高，也就是高出1倍。我不可能說出那個比例啊，因為我沒有統計數字。我覺得
對於大部分中國人來說，其實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是與世界上所有這些所謂最發達國家是沒有很大區別的，真的不會相差特別多。特別是從那個商品豐富的程度啊，你別看那個人，比如說每個月，比如說德國是中位數的收入呢是2500歐元，對吧？然後有的人喜歡把它折合成人民幣是2萬塊錢。然後呢，中國人如果是平均的話，可能就是3、4千塊人民幣，4、5千最多了，对吧？確實是中國的4倍啊。但是從商品的豐富程度來說，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訴大家，全世界商品最豐富的國家絕對是中國，比美國的商品還要豐富。這點呢，我沒有那個誇張，真的沒有。如果不信的話，你們看。特別是西方去中國那些外國的博主，他們到了中國之後，他們最詫異的是什麼？是中國商品豐富的程度。中國呢，到處都非常非常熱鬧，對吧？然後他們走進中國的超市，琳琅滿目，可以說是眼花繚亂。德國也算世界上最發達國家之一了吧，對吧？可是我是在德國生活的，而且呢，我每年都差不多半年在國內，我知道呀。舉一個很小的例子，在我們縣啊，我們整個縣是27萬人口左右，廣西桂林下面一個縣，我們縣城就有好幾家大的超市。你們能夠想象嗎？廣西桂林下面一個比較貧窮的縣，超市的那個商品豐富到什麼程度？舉一個很小的例子，紙張。我們小的時候啊，紙張是非常非常稀罕的東西。我不知道你們有多少人，比如說40歲以下的，我覺得你們都有很深的印象。中國當年你們小的時候，如果你們農村的話，上廁所是不是用紙的，還是用其他東西的？反正我小的時候，我們上廁所是用那個稻草的啊。然後後來呢，我们稍微大了一点点，我讀小學的時候大概嘛，我們寫那個作業那種簿子啊，用那種簿子那個紙來擦。後來大概是90年代開始，慢慢才有所謂的衛生紙。城裡我不知道啊，這是農村我知道，我們廣西桂林農村的這種就是那樣。大概是90年代，然後呢，慢慢就有衛生紙了。然後2000年，2000多少年開始，就衛生紙越來越多。而現在2024年、2025年，你走進，比如說像我們廣西桂林下面一個縣城那種超市，甚至呢鄉鎮的超市裡面，光是這紙張，我覺得至少有50到100種，至少就那麼多選擇。有抽紙，有卷紙，有濕紙巾，還有一小盒的，還有那個一小包那個裡面有10片的那種，所有各种各样包裝的，大的包装有20卷，怎麼樣的，對吧？還有抽紙，有大的有小的，對吧？反正就是各種各樣的紙張，數不過來，真的數不過來。在德國，你進德國任何一家超市，比如說 Lidl 呀、Aldi 呀，Aldi 是奧樂奇，這個名字我覺得特別的拗口，奧樂奇很難聽啊。Aldi 還有其他的所有的德國連鎖超市，你走進任何一家德國連鎖超市，它那個紙張的數量，大概我覺得相當於我們廣西桂林下面一個縣的超市的1/10左右。那我就可以想到了，如果是在中國1線、2線這種大城市超市裡面，紙張要比德國這種。德國科隆也算那個德國1線啊，德國1線超市他們這品種啊，就相當於我們縣城的1/5。你看，到底是中國商品豐富還是德國商品豐富呢？商品極大的豐富。好，你看，從這個小小的紙張就可以看出，中國現在這個一個是產能是妥妥是世界第一。據說2024年、2025年，中國這工業產能占到全世界1/3了。德國算一個發達工業國家，但是你走進它的超市，它的紙張就是寥寥無幾，特別是衛生紙，就那幾種，可能就是3、4種吧。在 Lidl， 我們一般是在 Lidl 買東西，可能就3、4種。然後呢，還有其他紙巾，算起來最多是20種。
但是呢，如果是连全部的那个各种各样的纸巾算起来，在我们老家县城，我認為至少有100，甚至呢100多種。這就是兩國巨大的區別。那麼德國既然是已經最發達國家之一了，那麼全世界比起來，中國這商品極大豐富，絕對是第一的，沒有任何的懸念。這其實是一種商品，還有另外呢，比如說國內的零食，你看有多豐富，對吧？德國的零食，你看有多少種，一對比就知道了。而且這幾年，你看國內零食，這健不健康另外一回事啊。光是從商品的豐富程度來說，現在國內零食啊，什麼趙一鳴零食那個連鎖店，好像在南方至少它是全南方連鎖的，對吧？趙一鳴，還有零食很忙，也是那個連鎖店。一般可能每200-300米或是500米就有一家這連鎖店，裡面那個零食琳琅滿目，真的，我都每次進去我都不知道到底有那麼多人來消費嗎？好了，說到消費啊，很多人特別是西方人說中國的內需不足，零售額不是特別的高，折成美元可能不高，但是呢折成人民幣它也不低啊。它很多東西啊，日用品它的價格是很低的，對不對？比如說我們前面提到的那個紙，衛生紙，它衛生紙一卷可能1塊錢或是幾毛錢，然後一包那種抽紙啊，150抽還是多少抽那種，有的可能就幾毛錢，特別便宜。也就是說，在中國你領比如說每個月3-4千塊錢，但是你可以消費很多的東西啊。所以呢，你看人家我們前面說到的外國的博主，他到中國之後，看見啊，在中國花比如說那個10歐元可以買那麼多的東西，他們就感到特別的不可思議。而在德國，我們很多德國這邊的家庭，可能他現在不敢特別那個大肆的消費的啊。比如說，我前2天是今天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某個在北歐哪個國家，不是瑞典呢，就是挪威，說就是100多克朗的玩具，那個小孩進一個玩具店，看了一件特別喜歡的玩具，不是布拉拉那種那個很貴的玩具，是普通的，但是他的父母沒有幫他買，因為就是沒有錢啊。還有在德國也一樣，很多人現在去超市去買食物的時候，有時候會站在那個貨架前久久的看那個價格，下不了手。就是因為這幾年這個通脹特別嚴重，所以呢，老百姓荷包裡口袋裡的錢購買力更差了。也就是說，拿着同樣的錢，能夠買的東西、能夠消費的東西比原來少更多了。所以你光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來，其實啊，中國人消費的內需其實不一定還要那個使它怎麼樣。讓內需消費再提振，因為提振不了了，人消費只能消費那麼多。比如說擦屁股，不可能你原來用兩張紙，不能後面你用10張紙吧，沒必要，對不對？你能夠原來只是吃2兩的大米，你不可能明天你要叫他吃4兩啊，對不對？他就能消費那麼多，沒辦法。因為中國總體來說，因為它商品極大的豐富，然後呢，這個競爭比較大，所以其實最後呢，還是消費者得到了實惠，他能夠花更少的錢，然後呢，得到了享受了這個服務，不管你是人的服務也好，還是商品的服務也好，就是實物商品啊。就是說，中國人其實從這點來說，如果你不考慮那個外匯牌價，其實中國人的生活水平真的不差。所以說來說去又說到了啊。如果是考慮到那個購買力，其實中國這個人民幣的購買力其實不低的，只不過呢，一到國際貿易的時候，比如說拿人民幣到國外消費，那就非常吃虧了。今後啊，要提高中國人的收入，一定要考慮到要把美元這霸權把它打下來。打下來之後呢，那如果是中國的經濟是全世界第一了，那久而久之，今後人民幣絕對會成為儲備貨幣。你成為可以流通的儲備貨幣之後呢，今後人民幣你印多一點，或者你升值一點，那今後你中國人這購買力不是要比現在更高了嗎？到全世界也可以更多的買了，對不對？
所以這如果是以美元計價的話，目前中國人的收入啊，在全世界不算高，但是也達到了14000，今年肯定超過14000了，對吧？不是今年，是2025年年底已經超過14000了，今年2026年年底可能会達到15000。其實，在國際上也不算低了，但是跟所謂的發達國家比還是比較低，不要吃虧啊。所以呢，一定要把美元這霸權，把歐元的霸權打下來，今後呢，人民幣才會升值，人民幣的購買力在全世界也會更高。那樣你看到時中國人他的在全世界收入來說，人民幣升值了，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之後，那今後比如說人民幣國內生產總值來說，大概是達到14萬左右，不是達到10萬左右，对吧？也就是14000美元左右，达到10萬左右。那如果是人民幣對歐元或人民幣對美元，從現在1:7到時1:4或者1:3，你看這樣折合成美元的人均 GDP 是不是一下就超過3萬歐元了呢？所以呢，這個超過多少萬美元歐元真的不是夢，只要中國能夠把美元这霸權，把歐元这把打下來，絕對以後中國人日子會更好過，也就中國人今後呢，在全世界能夠更容易的買，中國的國力肯定也會越來越強。這點通過過去2025年，我又更加確信了。為什麼呢？2025年有2件事情讓我印象特別深刻，我相信呢，朋友們你們也知道，一個就是93閱兵式，對吧？你看中國那天就是抗戰勝利80周年，還有2戰勝利，對不對？打倒日本鬼子那個啊，80周年，然後在閱兵式93的時候，展示了那麼多的那個高精尖的武器，很多是第一次展示出來，很多是科幻的武器，就對其他外國來說，但是在中國已經投入了，已經成軍了。所以這一點啊，讓全世界，特別是懂的都懂，對吧？你看美國為什麼態度突然對中國就軟了呢？如果中國沒有那個軍事實力，沒有那個經濟實力，你美國不會那麼軟吧，對吧？所以呢，93閱兵式那天是給中國人、給全世界華人揚眉吐氣的一天。那天我記得，當聽到國歌的時候，在海外，我也特別的激動。雖然呢，我沒有中國那個護照，但是呢，我還是每次聽到《義勇軍進行曲》，特別在海外，還有在國際上什麼比賽呀，看到這個五星紅旗冉冉升起的時候，真的是特別激動的。而這種激動，我覺得在國內和在國外感受完全不一樣。你聽到國歌的時候，在國內可能沒有那麼深的感覺，但是你在國際上，在國外，你人在國外，比如說看到國旗、聽到國歌的時候，那感觸完全不一樣，對吧？我相信很多出國的人，他聽到國歌的時候，他會熱淚盈眶的啊，一定會。雖然在那個網上看93閱兵式，真的那個淚水啊，是會自動會流下來的。我現在想起來很特別激動。93是我覺得是個很重要的日子。另外呢，福建艦這個航母成軍，對吧？應該是去年11月底還是怎麼樣，具體的日期我忘了，反正就是去年2025年差不多年底的時候成軍。它是電磁彈射啊，不是蒸汽的啊。也就是說，中國由原來的追趕，現在變成了領跑者了。在軍事上，很多軍事那個項目方面也變成了領跑者。那這航母也一樣，美國它有彈射啊，只不過它的電磁效率很低，而且經常出故障。所以呢，好像現在特朗普也說了，又要變成了那個蒸汽彈射。蒸汽彈射它那個效率就低多了。我不是那個軍事人物啊，但是據說目前這個中國福建艦這電磁彈射絕對是世界上最領先的。
美國的電磁彈射根本不行。中國現在同時在造2艘，然後呢是核動力的航母，而且它的那个規模，它的那個長度、寬度，要比現在那個所謂的美國世界上最強的那個武力的那個福特號還要更大、更先進。那如果3、4年之後成軍，那中國即使從航母來說，也是會超過美國了。那軍事，那到時就自然而然就一舉就超過美國了，對不對？所以呢，我覺得2025年我看到這2件事情呢，是又增加了我對於中國這個國力更有信心的一年。而且再看的中國，你看政治方面特別沉穩。2025年真的，不管你在那個世界其他國家怎麼樣，中國好像就是穩坐泰山一樣，特別的穩。因為中國它那個工業製造實力在那裡啊，軍事實力在那裡，所以中國有底氣啊。所以打貿易戰、什麼科技戰的時候，中國不怕你啊。你封鎖我的芯片，你看我的芯片已經實現了很大的突破了，對吧？據說你看德國媒體也報道了，中國甚至呢已經有自己的光刻機了。目前沒有中國正式的那個說明啊，我們不知道。但是呢，外媒從那個路透社報道出來的，洩露出來說中國可能外國媒體是說是複製了阿斯麥的光刻機，具體有沒有這樣我們也不知道。但是你從那個華為手機現在它的高級芯片來說，據說已經突破了那個7納米，已經到5納米的階段了。那就可以看出中國這個芯片，那個高端芯片的技術可能也實現了某種突破。科技啊，軍事，你看這1、2年，特別是2025年，真的有很多的亮點。另外一個就是中國謝天謝地，終於呢知道用稀土作為武器來跟西方那個打貿易戰、打科技戰了，早就該這樣了。我覺得還不夠，還要更加堅定一些，要把西方更狠狠的往死裡打。正因為呢，中國手裡呢這有稀土武器這王牌，對吧？還有科技啊、軍事，你都可以說跟美國平起平坐了。你中國怕什麼呢？所以中國已經有底氣了，中國自己也知道，不要自信了。現在，所以你看，全世界2025年大概是4月份的時候，你看特朗普突然一天就亮出了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加關稅。不管你是盟友也好，還是看門狗也好，統統給你加關稅。我們看看2025年的時候，除了中國之外，其他所有的國家都是跪舔的，下跪，對吧？歐盟，你看看馮德萊恩跟特朗普是簽了什麼？數千億歐元啊，說要投資美國，說要那個購買美國什麼什麼東西，一共是1萬多億。就這樣花出去了，就是換來美國不給你增加很多關稅。可以說美國啊，在全世界除了中國之外，空手套白狼，非常成功。所以說那個特朗普啊是一個交易者，確實沒錯啊，他沒有吹牛啊，他說句話，你看全部其他國家都下跪了，除了中國。所以呢，2025年中國那麼硬氣，然後呢，美國。特朗普，而且特別客氣啊！你看，還說人家那個習近平是他的好朋友，這就是一個國家實力決定的。不用打，我就是把牌擺在那裡，我把我的實力擺在那裡。我相信啊，特朗普他有他的智庫吧，他有他的軍事人員吧，他也知道，還有科技人員也知道吧，中國的實力到底怎麼樣？難道美國特朗普不知道？他絕對知道。所以呢，他對中國、對那個習近平才那麼客氣啊，差點就稱兄道弟了啊！跟中國，明面上跟中國這貿易戰就休戰了、休兵了，但是暗地裡他肯定還有小動作，這沒辦法，他肯定不把中國拉下來是誓不罷休的，這也可以理解。因為呢，誰喜歡把這個第一的寶座讓給另外一個國家呢？做老大多舒服呀，可以收割全世界韭菜。假如中國某一天超過美國了，軍事超過了，然後呢，這經濟也超過了，然後中國絕對會想辦法把美元的霸權把它打掉，
美國沒有美元霸權之後，那這個國家可能崩潰啊，內戰都有可能。不僅是零元购，而且會內戰。真的希望呢，我有生之年能夠見到這一天的到來。中國說不想称霸，但是呢，你到時把美元那個霸權把它打掉，把美国軍事霸权打掉之後，你自己不想称霸也成了霸王了。然後全世界其他國家看到你這個軍事實力那麼強，就擁你為一個山頭那個王了。所以到時中國你不想稱王，人家也會擁戴你，我相信這樣子。所以到時人民幣呢會成為世界這個儲備貨幣，我覺得是非常有可能的。那到時中國印人民幣就可以全世界買，這一天也會到來。這裡呢還有2個新的消息，一個還是沒有得到確定，聽說這個巴西呢要給中國免簽了。巴西對中國免簽，它這個分量是非常重的，也算那個 G20 當中的一個吧，对吧？它人口2億多，所以呢，這樣一個大國，它可以算大國，給中國免簽，是個很好的消息啊。另外呢，土耳其正式呢給中國人免簽了，這也是剛剛宣布的。為什麼？因為這些金磚國家人還有那個南方國家人看得見中國的國力到底怎麼樣，對吧？免簽之後有14億中國人，他很小一部分的比例到你那個國家去消費，那可以提振啊你那個國家的經濟啊、旅遊啊，對不對？就像現在中国免簽，世界上很多的國家到中國去一樣，特別是那個所謂西方國家、先進國家去中國之後，他們看到的和他們實際本國宣傳的不一樣啊，所以很多人，特別是這些博主，他通過他那個頻道也會對中國。雖然中國政府沒有怎麼樣，對吧？但是他們看到之後，他們自動的會幫中國做宣傳。這個我特別贊同中國這免簽。雖然有部分人不理解，認為啊我們是自降身段，為什麼人家不給你免簽，然後呢你自己給人家免簽呢？但是你們知道嗎？他們去中國是去消費啊，不是去當難民啊。另外呢，他們看到之後。如果不是自媒體的博主，他們回去之後，他至少每個人或多或少有他的朋友圈吧，有他的家人，對吧？他這樣一宣傳，至少也可以做到一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作用啊，可以幫中國做一點正面的宣傳，改變一下對中國的負面印象。這點我覺得挺好的。如果別人呢對中國的那個印象沒有那麼負面，其實對中國的經濟也是有。那個間接的那積極的影響的，為什麼？就像我對你的印象好，我對你這個城市、對你這個國家印象好，那我就喜歡到你這個城市去旅遊、去消費啊，對吧？我對你這個公司的那個覺得聲譽好，我就會買你的公司的產品啊，對不對？放到國家一樣，那到時中國製造那就更有賣點了，對不對？就是更能夠推出中國產品了。當然，現在中國的汽車已經是滿世界的那個出口出去了，今年出口會達到700萬左右還是怎麼樣？反正挺多的，已經是妥妥的世界第一了。所以總體來說，就是過去2025年，其實雖然很多不如意，大部分是不如意的啊，是不好的一年。但是從中國一個國家來說，其實中國是贏家，是一個比較好的年份。事實上，其他國家我覺得都是輸家，好像只有中國是贏家。我不知道這樣是不是比較武斷，但是如果你看的話，確實是這樣啊，對吧？中國那個出口創新高，中國這外匯啊，這貿易順差就超過了1萬億美元，不得了啊！這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1萬億美元的順差。中國汽車出口又創新高，對不對？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你別看它是在西方國家，因為西方的媒體的報道原因，好像名聲不太好。但是在全世界其他国家，至少我去過的，他們對中國其實評價非常非常高。也就是呢，中國的名聲在全球南方國家總體來說是非常正面的。然後呢，西方國家應該是蘭德是什麼做了那個民調，其實全世界啊，如果是按國家來說，大部分國家對中國那個印象是比較正面的。比較負面的是一些西方國家，特別是像什麼那個南朝鮮啊、日本啊、德國啊、什麼英國這些國家，還有那個三哥
對中國的那個印象不好。其實很多，特別是南方國家對中國印象挺好的。那麼通過去年2025年打貿易戰、科技戰，中國唯一敢硬剛美國的國家，而且呢，美國反而呢軟下去了，世界人民看得見。那從這個方面來說，中國贏得了面子，也贏得了里子。面子就是在全世界，大家看到了中國是可以跟美國平起平坐的國家，美國是在這方面是尊重也怕中國的，這對中國的國計民生難道不好嗎？所以呢，我覺得這點來說也是贏家啊。然後另外剛剛發生的，那就是中國對台軍演或者鎖台軍演。日本那個新首相不是說了嗎？台灣有事就日本有事。德國外長不是也說了嗎？台灣有事就德國有事。但是中國大陸這邊啊，已經鎖台啊，就是鎖台軍演，或者是演練了斬首，而且是實彈演練了。但是即使這樣，台灣有事，日本有事了嗎？日本他敢怎麼樣了嗎？然後美國那邊怎麼樣了嗎？沒有吧，對吧？甚至美國特朗普，你看他怎麼說？連譴責中國一聲都沒有譴責。全世界我發現啊，只有那個賴還有日本可能對中國這軍演稍有維持之外，或者台灣那個當局批評大陸這邊之外，說什麼所謂的什麼違反國際法，是什麼國際啊？本來就是中國內部事務，對吧？你台灣這個難道你的名稱不是中華民國嗎？中華民國的簡稱不是中國嗎？對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也是中國，而且雙方的憲法都是一個中國。所以呢，中國大陸這邊軍演就是中國的內部事務，何來的違反國際法？你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算哪門子的違反國際法？我在我家門口操練，妨礙誰了？雖然德國外交部也說我們很擔憂中國在環台灣附近舉行軍演怎麼樣，擾亂世界和平，但是除了這不痛不癢的發一個文稿之外，德國也沒怎麼樣啊，也沒有說台灣有事就德國有事啊，什麼都是在口頭上，沒有實際行動，做鴕鳥，一切在掌控當中，對吧？我們知道中共的動向，或者我們做好了準備，什麼準備？投降的準備，或者到時呢，那個賴清德可能是逃跑的準備了。通過這次呢鎖台軍演，全世界也看到了，你所謂的台灣那堅定的盟友，你花了110億美元買你美國爸爸的武器也沒用啊，而且這武器目前沒有運到你台灣那邊去啊，你只有花錢的份兒，而沒有真正拿到武器的份。之前台灣花了老多的錢買美國的武器了，但是呢，他就是不交貨，不能使用，你只有花錢。當人家美國的提款機，哎呀，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台灣這些人那麼傻，還有很多的人，特別是青鳥這些人，還堅信啊，美國人到時絕對會來馳援，會來幫台灣，但是真的會嗎？如果你真的相信，那真的是無可救藥了。今天我們結束這個話題吧。2025年過去的一年，雖然呢發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我認為總體來說，中國絕對是贏家。不管是經濟，還有科技，還有在國際上這個形象來說，都是贏家。因為全世界人民看見了啊，真的只有中國敢硬幹美國，沒有其他國家。而且是專業人士肯定也知道，中國這武器那麼厲害，對嗎？還有中國有稀土啊，全世界任何國家都需要中國稀土。德國一樣啊，沒有稀土，它整個那個比如說汽車，大众汽車差不多都停產了。日本也一樣，都停產了。真的，今後中國應該多用這個稀土这個武器來打，只有這樣才能夠打服這些想欺負中國的這些癟三、小癟三、大癟三國家，對吧？對美國也要更狠狠的打，只有這樣，你打他，他可能才更愛你。我打你，可能到時你這些國家更加尊敬中國。反正我相信這一點了。現在。
好了，朋友們，我不知道你們是怎麼看。那今天就到這裡了，感謝各位，我們下期見。